过去3个月，我把自己推向极限，也证明了一件事情：我能够专注。我从以前的坐下来看书半个小时都容易分心，到现在可以每天专注工作6到8个小时。状态好的时候，甚至可以做到一天超过10个小时。这段时间，我潜心研究注意力，尝试和过滤不同的专注方式。我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无法专注，最主要的原因有5个：身份不清楚，环境干扰太多，能量管理失控，决策成本太高，还有就是缺乏回馈。而接下来我也要分享我是怎么克服这些问题，并且做到每天专注8到10个小时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点，专注是没有捷径的。想要长时间维持专注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耗费心神的事情。我们不可能同时做到全神贯注，又彻底放松。所以如果真的想专注在某件事情上，就需要做好投入心血的准备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件事对我来说又代表什么？我开始建立身份认同。这一步的意义在于确立一个可以长期维持、可持续的专注系统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不同的成果，导致我们今天想理财，明天想开发 AI， 后天又想做自媒体。如果没有确立好自己的定位，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举棋不定的状态，耗费掉很多时间、精力和情感，消耗我们的意志力。我就是这样，作为一个 engineer，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追求趋势，学习新科技。那这就造成了我潜意识的认为，我一定要去学最好最新的技术。结果换来的就是很多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就踏入了一个新的领域，然后3分钟热度过后，又去重新找一个新的目标，重复一样的事情，最后什么都做不成。所以我花了整整1个月来找到我觉得满意的答案。我想开发一套注意力系统，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，并且我也发自内心的觉得，如果可以改善注意力问题，我其实可以完成很多小时候的梦想。当我确立好我的目标、我的身份后，第2步就是屏蔽干扰，把你的手机丢掉，不要让手机或环境中的杂讯干扰你。一直以来，我工作、睡觉、看戏、玩 game 都在同一个房间里，这是我以前一直很难专注的主要原因。我的空间太杂了，为了能够更加专注，我重新设计我的环境。房间还是同样的房间，但我把我的工位设置在房间的左前方，而我的干扰和杂物则放到了右后方，用房间内最远的对角距离和不同的方向来隔离我和我的手机。我也用白板、布告栏和一个柜子把我的工位框在一个小空间里，尽可能的去屏蔽外界干扰。但是我发现单单屏蔽干扰很容易让自己放弃。屏蔽手机不只是屏蔽干扰，同时也是在屏蔽我的快乐源。这样的直接隔离的方式会造成很强的戒断反应，结果反而会消耗更多意志力，让自己无法专注。所以我就使用了奖励机制，我设计了一个手机隔离器，只要把手机放上去就会计时，达标后我就可以获得奖励。把隔离手机从一个无聊限制自己，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奖励自己，这样就可以减少戒断反应。但是在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干扰是变少了，但我专注的品质跟时长还是很快来到瓶颈。而我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早睡早起，确保自己一天睡7到8个小时，在早上7点起床，吃一个早餐，冲一个凉，然后马上开始工作。早上的大脑最清醒，能量最充沛，情绪也最稳定。在这个时间点，做出有效决策的概率是最高的。而当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时候，后面的决策往往也会跟着变好，进入一个正向循环。但如果想再进一步提升专注，还要关注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决策成本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累在工作，而是累在选择。今天要做什么？休息几久？做完之后的计划又是什么？如果每天都要不断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大量的精力就会被消耗掉，而那些原本可以用来专注的能量也会被浪费掉。所以做好一天的计划是很重要的。你并不需要完美的计划，也不需要完美的执行，只需要在你松懈、涣散、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去回看一下你的计划，
去减少你在这种时候的决策就好。其实如果做到这里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，你可以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是什么。我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想法太多。我开始练习冥想，每天15分钟，只关注在自己的呼吸节奏上。冥想带给我最好的收获，就是我意识到我脑袋里面很多东西其实不是我想的，它们只是随机出现而已。我的情绪开始变得更稳定，也不太会被那种下意识的杂念干扰。还有就是阅读，当生活没有太多干扰的时候，书中的内容很容易进入我的大脑，我开始可以更好地反思和重构我看到的这些内容，然后用来构建自己的认知。我的注意力系统还有 Web App 的很多设计，其实就来源于这些书籍当中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专注的本质在于稳定，不是专注品质的稳定，而是我们内心的稳定。在《深度工作》这本书其实有讲到，即便是专家，一天能做到深度工作时长，也差不多在4个小时左右。观察我自己也是一样，虽然我确确实实每天都会在工位前专心工作8个小时以上，但是如果观察真正的深度专注时长，一天也平均只有2个多小时而已。专注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你需要有足够强烈的动机，你需要持续的努力，你需要有良好的策略，你需要有很长的时间，还需要不断的反复调整。所以与其一直追求专注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你是谁？不要带着我要怎么变得更专注的想法去前进，而是要去深思我到底是谁，我真正的热爱是什么。因为再多技巧，再多工具，再好的方法，最后都还是会回到同件事情，你热爱你正在做的事情吗？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注意力投入其中？感谢你的观看， My name is Hon， See you next time。